那又到了新的一周啦，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就是我每2周呢，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子一个东西呢？之前已经有预告过，我今年就是一样，就是会介绍分享新书，因为我觉得阅读艺术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展览，然后再就是看书，就是听演讲。或是看 YouTube，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尤其是 YouTube， 就是随时你可以看到你想要看什么，听人家讲什么，就是随时打开，它好像就是一个百科这样，就是让你可以做一些很棒的参考这样子。那所以我这个也是我自己的阅读心得。那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是要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艺术真的是需要去推广的，是需要去传播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人没有去传播这些美好，想想看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好，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本看了3遍这一本书，我觉得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那这本书呢叫做《命运长话中》，它这个封面就是有一个头痛的这样子。那这本书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者，大家一定会非常的熟悉，他的名字就是中野精子。那中野精子呢，他之前写了很多恐怖系列，就是很多人也是他的铁粉，就是都有看到他的书嘛，会看到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一方面你又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史这样子。他选了23张的经典画作，关于历史人物或者是灾难的瞬间，有一些戏剧性的一些发展。那他是希望透过这本书跟故事，如何去面对命运的智慧跟勇气，这是让人家觉得很深思的一个问题。相信很多人啊都会去思考说自己的过去跟未来，去思考说你现在的命运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你人生的一些方向。那有的人会觉得我现在蛮失败，有人会觉得说我过得还可以还行然后但是有很多人会想过说我为什么会去失败。那我相信也有人就是他正面临失败，或者是他正从失败当中起来，也有一些人会遇到一些不同的一些事情，然后也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怎么那么倒霉，我为什么会去遇到这些事情，别人都没有，我的命不好，我的运不好，这样子就是很让我去深思这样的事情。我后来去看了很多关于在讲命运的这些作者，但是我觉得荣格是讲的最好的。荣格怎样去解释命运？他说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按照你过往的经验跟逻辑，还有你的性格，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性格嘛，那你去做出的一个决定跟行为，这就是你的命。那什么叫做运呢？他怎么解释这个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做的行为并不符合你现在以前的习惯，会有很大的偏差，或者是说你可能都是选择 A， 但是你后来觉得说我偏偏不这样，我试试 B 跟 C， 这就是你的运了。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吗？但是我觉得他解释这个命运是讲的蛮好的，就是比较可以用科学去解释，他并没有用玄学解释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运气不好或者是能量很低那个之类的这样子。中野精子呢，其实他对哲学也是蛮有兴趣，他除了就是对这个艺术史他非常的熟悉之外，其实他对这个社会学哲学他也是非常有研究跟有兴趣。所以这本书里面他就是挑了23张作品。那虽然这23张作品其实对我们来讲可能并不是名画，很多人也并不是说很熟悉这些画作，都算是西方艺术史的一些经典这样子。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它的这个质感真的很好，我很喜欢这种质感这样子，觉得比较细腻，然后颜色也是搭配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沉稳。那也很开心，就是他时报就是邀请我来帮他写一个序嘛，他邀请很多人，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这样子。那这本书我大概阅读了3次，然后每一次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思考。这个封面呢，它其实你会看一个女生就是头很痛的这个感觉。她这一张是在讲肾痕，那
那什么是圣痕呢？就是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画中女主角是安娜·凯撒琳·艾莫里奇。她这个女生呢，她家是非常的穷苦，她的父母总共生了9个孩子。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她一直希望能够立志当修女。可是就是她去应征的时候，其实很多都碰壁，就是不让她去做修女，因为她没有什么才华，她只会做一些针线活嘛。那有的修道院的修女是她需要你带一些钱进去。那我才发现不是你任何人想进就进，原来有的人他是需要有一点钱，你才能够进这个修道院这样子。他很想做修女嘛，可是很多的修道院都拒绝他这样子。那我先分享这个艺术家，通常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先去看他的故事。我会先认识艺术家开始，然后先去理解艺术家他是什么样的派别，然后大概的一个背景这样子，你就再进入这个画作，到这个他的艺术世界就超级快。那这个艺术家呢是来自奥地利的艺术家，那他的名字是布里埃尔·冯·马克思。其实他也是蛮有知名度的，在艺术史上也是很多人看过他的这个画作。那我自己个人也蛮喜欢他的画。这个艺术家算是学者型的，曾经也在大学做过教授，就他算是一个非常有学识的一个艺术家。他对催眠啊、梦游啊，或者是亚洲哲学，或是叔本华的思想，甚至一些神秘主义，就是对人类学他非常的有研究。那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他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跟他请教讨教这样子，所以他朋友也是很多，也是当时社会非常敬重的一位艺术家跟学者，就是学者型的艺术家。比较知名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人类学啊，他有兴趣到热烈到他有一个蛮大的花园，养了猿猴跟一些猴子，这样一些不同品种的，每天都是在研究这些人类学，还有他们的一些行为、一些特征。那每天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拍照啊，然后画猴子这样子。在当时的一个学术环境里面，就是有定了一个标签，因为像很多人就是身上都会有一个标签嘛。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艺术标签嘛，就说你是画抽象的，你是画写实的，你是研究什么样子的啊？你是标榜你是孤独艺术家或是灵魂艺术家，就是你要有一个特色。可是，在当时他并没有自己标榜，但是很多人会认为他的风格空灵主义、空灵风格。那画面里面就是也会有一些神秘的一些氛围，就是他很会制造这种画面的这些氛围。他在阐述他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他已经去世50几年以后，他才画出这样的一个画作。这是在讲圣痕这件事情。那什么是圣痕呢？我有特别去找了蛮多资料，看了很多资料，因为我并不是天主教徒啊。什么叫做圣痕？圣痕的意思就是烙印纹身的记号。那很多人会非常的自豪说我带着耶稣的记号这样子。那这个通常就是说你在非常神圣的，就是你非常虔诚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感觉到就是说你跟耶稣受难的时候，例如说你的头部、你的手或者是你的右腹，就是你跟耶稣有相同的印记。然后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去找各地的修道院嘛，他想要做修女，可是就是因为他身上又没有钱，也没有就是一些绝活啊，就被很多的修道院拒绝这样子。某一天他在修道院的时候，他在祈祷，然后呢他感觉就是说他头好像非常的痛，他就听见耶稣跟他讲说，他说你要花冠呢还是荆棘冠，你就2选1哦。结果艾莫里奇就跟耶稣讲说，我想要荆棘冠。结果不久后他就觉得说，我的头好痛然后甚至他感觉到头怎么湿湿的，就是头部流血了这样子。但是他的内心是，你会看到他这个画面好像很痛苦，对不对？可是他是在描述说他是非常非常喜悦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承担了耶稣的苦难，耶稣的痛苦这样子。这个时候是在他28岁的时候，在一家奥古斯丁修道院，是28岁这一年。但是他这个事迹呢就被很多的信徒啊，很多人就是传开了，因为他常常就是会告诉，就耶稣也会告诉他说有什么草药啊，你可以帮人家治病啊。
他就会依照这个指示啊，他就去找这个药草帮一些有需要的人治病。那他的神迹啊也就被传开来了。那所以就是变成这些修道院的人啊，修女也会嫉妒他，然后就会排挤他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不影响他还是继续的就是去祷告祈祷。那直到这个1824年去世，约翰保罗二世呢，就是说在这个天主教会呢有帮他举行了一个追封仪式，叫做仪服礼，就是他是一位征服者。什么是仪服礼？非常信仰坚定的人，你是可以上天堂的，因为这个是在当时她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气的一个修女。看到画面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蜡烛，那通常这个点这个蜡烛啊，通常都是有一个含义，就是这个蜡烛通常就是信仰，坚定的信仰。画这张画的时候，这位修女啊，她已经去世50几年了，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修女嘛。因为马克思啊是一个非常相信神秘主义的一位艺术家，因为他都一直在研究这些神秘主义啊、玄学啊、催眠啊，或者是一些梦游的一些情况。画作有很多也都是在描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或者是事迹。有时候人类都会有一种奇妙的自我暗示心理这样子，对，但是这是一个神秘主义啦。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玄学啊，有很多的一些甚至吸引力法则啊，然后或者是能量学啊这个之类的这个很神秘主义的东西，说这种宗教的这种东西，我们就是把它归纳就是神迹这样子，是当事者你才会知道那种感觉这样。那另外一个艺术家呢，叫做维克多·布罗纳，他是画自画像，他有一张自画像非常的知名。我要分享一个维克多·布罗纳他画的这张自画像，这荧幕看起来有点可怕，对，你会觉得这个人眼睛怎么这个样子？那我在看这个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有画面感耶。我觉得因为我也在创作嘛，所以我非常理解那种作画时候的那种思考啊，或者是那种矛盾感，一直想要突破的某一种的一些想法这样子。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张画好了，它看起来就是一个蛮可怕的自画像，就是眼睛是受伤了。这个艺术家呢，他是1903年出生，来自罗马尼亚的艺术家。他为什么画这一张画？其实他是一个年轻又蛮帅的一个艺术家。那这个是有很多的记录都有在写这样子他的故事。通常艺术家就是会以自己当模特儿嘛，那他自己在画一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我把自己画得太帅了，他就觉得我画这么帅呀，我可能没什么意思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大家都这样子画，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艺术正在蓬勃，因为他已经到了巴黎去了，一直默默无名这样子。那结果他在创作这一张画的时候呢，结果他就觉得说，我好像把自己画太帅了，因为他一直很想要寻求一些突破。然后他就已经画好的时候呢，就把他的这右眼就是把它涂掉，重画，就是把它画瞎了，把它画受伤，就是看起来有点可怕。然后他画完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可是当他很满意的时候呢，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这太可怕了，就是因为他想要红嘛。这神奇的事情是非常奇怪的，他就是在7年后发生了跟这张画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他的眼睛就瞎了，但是是另外一只眼睛。当他眼睛瞎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慢慢红起来了，因为开始有他的传说就出现了，就说他是一个预言的画家。当时在法国的一张成名作，这在7年之后会觉得说这不可思议的。那为什么他眼睛会瞎掉？就是跟大家分享。当时他是在巴黎嘛，是在法国，然后其实他那个时候一直就是在转往超现实主义。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就跟几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在那边争辩，然后争辩的时候争一争，然后就打起来了，就吵起来了。那结果这个艺术家这布罗纳呢，他其实是想当一个和事佬，他就在这个中间要把2个人给拉开。结果另外一个艺术家脾气非常的暴躁，他就把酒杯啊，就是把它扔过来，结果好死不死就扎到了他的左眼这样子。当时的景象是非常可怕，感觉就是眼睛就是掉下来了。那其他2个人也都被吓到了。其实这件事情也就是让我想到那个高更跟梵谷，因为高更跟梵谷在吵架的时候呢，就是梵谷就是气不过高更嘛。
互相争辩艺术啊。梵谷就把耳朵割下来了，然后高更就离开他嘛，他会觉得笑这样子，他就觉得遇到神经病这样。那可能会觉得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当然太可怕啦。大家都不愿意身边有这样子这么可怕，这么动不动就给你割一个耳朵，动不动给一条腿的，那真的是太可怕了。那这个艺术家呢，就是他在当时劝架的时候呢，就眼睛就受伤了。我觉得这些故事是告诉我们，千万你不要跟艺术家吵架，因为有时候艺术家真的有时候都还蛮疯狂的。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些更疯狂的一些事情，这样子也有很奇葩的一些事情。在他死后呢，他就告诉世人，告诉他的后代说，一定要把我的座右铭一定要分享出去，一定要刻在墓碑上面。他的座右铭就是绘画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我的生活。哇，可见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到来生来世站在坟墓里面，他也要继续创作，这是他无怨无悔的选择啊。今天已经分享完这2张的画作，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艺术家，就是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就是适合什么样子的人来看的，就是你喜欢听故事的，对这个艺术史很有研究，深入去探讨这个画的背景是什么，还有就是你也是相信神秘主义，相信玄学啊。当然就是给所有你喜欢研究历史故事，你对这个艺术史很有兴趣，你想要更深入去了解他的朋友们，这样有一个隐藏的小讯息你看命运长画中这是这算是一个新的系列，所以就是也蛮期待，就是中野晶子他未来的2、3、4、5、6、7来跟我们分享很多的一些未知的故事。好啦，那今天就已经分享完毕咯，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本书，我们下次见，拜拜。